近日，一桩悲剧让全世界都揪了心。韩国首尔梨泰院地区发生严重踩踏事故，截至目前已造成153人死亡，100多人受伤，有4位死者是中国人。消息迅速在全世界媒体刷屏，看到现场视频，真是不寒而栗，太惨烈了。事故源于10月29日的万圣节活动。因为新冠疫情，韩国已经2年没有万圣节活动了。今年终于放开，年轻人自然是很想出来玩一玩。听说梨泰院举办庆典活动，人们便从4面8方赶来了。梨泰院是首尔有名的繁华区，地位相当于北京的三里屯，但那里不是广场，而是比较窄的步行道。下午6点多，梨泰院的人流已然开始涌动。20点左右，街道变得拥挤，但人们都很兴奋，在路上跳舞 cosplay， 看到喜欢的动漫角色，会邀请对方一起拍照。21点多，大量民众涌来，像海水一样聚集，局面越来越危险。韩国警方透露，当天梨泰院有超过10万人聚集。22点30分，密密麻麻的人群中出现拥挤推搡，有人感到窒息，但无法走出人群。22点40分，灾难发生了。走在前面的人不知为何开始倒下，像多米诺骨牌一样，瞬间失去了控制。而事故发生的地点是在狭窄小巷的一个斜坡处，本来就是斜坡，又在这样汹涌的人潮里，一旦摔倒，真是不堪设想。据亲历惨剧的澳大利亚人内森回忆，昨晚10点多，有个人跌倒了，身边的人随即也跟着倾倒，仿佛叠罗汉。人群像塌方一样，上上下下堆叠了5、6层，很多人重重地压在了下面，有的不断惨叫、哭喊，有的脸色乌青，不能发声，而有的人则已经一动不动，鼻子和嘴一直往外冒血，空气中弥漫着泪水、汗水、呕吐物混杂在一起的味道。更可怕的是，由于现场的音乐声太大，后面的人完全听不到前面的呼喊、求救声，还在源源不断地进入，不断地向前拥挤。一个繁华街区，一个万圣节前的美好夜晚，转眼成了可怕的夺命场。很快，官方救援闻讯，火速来了，消防、医生、警察纷纷赶到现场。当过兵、学过人工救援的路人也纷纷帮忙营救。他们面前到处都是待抢救的人，但很多人没有等到救援，当场就离世了。有个叫崔宝成的遇难者，当天为了庆祝自己24岁生日，邀请2位好友一起去了梨泰院。晚上9点多，他还给远在美国的女友发了消息，谁也没想到，那是他此生最后一次给女友发消息了。1个小时后，他倒在拥挤的人群中，再也没能醒来。有人在遇难现场发现了他的手机和绿夹克。这一天原本是他的生日，现在也成了他的忌日。还有一个19岁的遇难女孩，也是让人感慨。她的男朋友就要去服兵役了，她想在男友走前最后和他见一面，2人就约在了万圣节的梨泰院。谁能想到，这成了他们此生的最后一次约会。一位中国姑娘写下了自己经历梨泰院踩踏事件的过程，也是看得人惊心动魄。她说自己当时就在最严重的事故发生地，前面的人倒下了，后面的人还在涌过来，她感觉有几百斤的石头压着自己，旁边有男人吐在了她身上，而身边个子矮的女孩因为窒息直接站着咽气了，等于但她庆幸自己死里逃生，还能感受到腿上淤青的疼痛。她身边的女生们却再也感觉不到疼痛了，听来真是揪心又恐怖。她们只是想在节日里享受一个夜晚而已，却就这样生生丢了命，再也见不到人间美好。华盛顿邮报称，这起梨泰院事故是21世纪发生的第9大踩踏事故。很多人可能不知道，其实这些年踩踏事故时有发生。2004年2月5日晚，北京市密云县举办元宵节灯会，因拥挤造成事故，有30多人死亡。
2013年，印度群众在桥上庆祝节日，人群中突然传来桥梁即将倒塌的传言，人们在恐慌中发生踩踏，有人被压死，有人掉进河中淹死，最后115人遇难。2015年，沙特麦加朝觐发生踩踏事故，直接造成717人死亡，一桩桩一件件都让人触目惊心。而我们印象最深刻的，应该还是2015年元旦上海外滩的踩踏事件。那一次和梨泰院事故惊人的相似，也是一个节日，那次是跨业年，年轻人们涌到繁华的外滩，也是人们自发而来，越聚越多，渐渐失控。也是在一个上下楼梯的地方，有人失足跌倒，紧接着更多人摔倒跌压，致使踩踏事件发生。当时摔倒的人们大声呼救，也有站在高处的人发现了危险，挥舞手臂让其他人后退，但也是声音太小，多数人根本听不到。后面的人浪继续涌来，前面有更多的人被压倒，直到10分钟后，人群才开始后退。然而压在下面的人已经渐渐窒息，最后事故导致36人死亡，多是年轻人。别说经历者，单单是看到这样的踩踏事件，都让人感到窒息。所以，真是建议大家少去特别拥挤的地方，在外面一旦发现形势不妙，要趁早离开，啥也没有命重要。当然，灾难有时猝不及防，谁也无法保证自己会遭遇什么。那么，万一遇到类似的拥挤和踩踏事故，应该怎么做？大概有这么几点：一、保持高度警惕，不要玩手机，不要逆流，跟着人群匀速前行，想办法慢慢往人群边缘移动。二、在人群中，一脚在前，一脚在后，双手做搏击式肘部弯曲，为自己在人群中留出空间，因为很多人不是被踩死，而是胸部被挤压窒息而亡。三、如果你有包，一定要放在身前，既能给自己增加空间，又避免被后面的人卡住，将你拽倒。四、如果身边有人忽然摔倒，马上停下脚步，大声呼喊，让周围人知道有人摔倒，不再靠近。五、一旦不幸被击倒在地，最好第一时间想尽办法站起来。六、实在站不起来，尽量使身体蜷缩成球状，双膝跪地，双手紧扣置于颈后，保护好头、颈、胸、腹，伺机爬出。平安2个字，说着简单，但突如其来的灾难也常常一瞬间将人打入深渊。有句话说，最强悍的第三者永远都不是别人，而是命运。希望每一次悲剧都是对世人的警醒，都让我们认真反思和铭记。希望这样惨烈的悲剧不再发生。愿逝者安息，愿我们和爱的人都一生平安。